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甲的频道。今天是10月18号，祝棚节的第3天。那我现在人是在特拉维夫。上次来的时候，祝棚节还没有开始，那是祝棚节的前一天。然后我不是说吗，在路上几乎连一个祝棚都找不到。好，那现在已经是在过祝棚节了，就来带大家来看看祝棚节时期的特拉维夫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在我前面的呢，这是特拉维夫大会堂。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入口处就放了一个很大的祝棚，所以耶，我们找到了第一个祝棚。但是呢，在特拉维夫有2个跟耶路撒冷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一个是你几乎是在阳台都看不到有人搭祝棚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证实这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其实你会发现在餐厅啊也没有搭祝棚。我看有一个新闻报道是说，如果餐厅没有祝棚的话，在耶路撒冷是不能营业的。那很显然，特拉维夫没有这样子的限制，所以就我看到，连餐厅也没有搭祝棚。等一下再来证实这第2点。那其实还有第3点啦，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通常因为要去会堂的时候会拿祝棚节4宝，那就是你会看到有人因为要去会堂，所以在路上就会拿着祝棚节4宝。可是，在特拉维夫可能去会堂的人比较少，所以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奇景。真的是只有在耶路撒冷才可以看到。这个下一次影片再跟大家来介绍。好，这里就是会堂，然后这里那个有火。哦，我以为他是故意的哎，他是在烤肉吧？他应该对了，他是烤肉而已，没有失火，大家镇定。失火的话，他们坐在这样子吃饭也是太镇定了。你看，没有祝棚，他们就是跟平常一样。这台电风扇超大，然后会堂的门现在是关的，但是你看它的祝棚在那边，然后里面有装饰这样子，还有以色列国旗。大家看这么美丽的房子，可是没有人搭棚。路上来找找看吧。这边的房子呢都是还没有整修，可是它的地价是非常的高，所以可能就是等到建商对，就是他们的价格更高，然后建商觉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会把东西并在一起，然后就会盖很贵的那种大楼了。像这边的拆了，然后呢，这里的阳台也没有任何的祝棚，餐厅也没有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好喝的奶茶店，所以我们来到特拉维夫就是要把握机会。我要喝，你可以不用喝，我要喝。也不一定是好喝，我不知道，还没有喝过，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椅子呢，完全就放植物跟纪念这个军人吗？对啊。还是警察？警察。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店。喝酒的地方好漂亮哦，但它排的位置好挤哦，太挤了吧。然后噔噔噔噔，竟然看到了一个祝棚，就在前面，这是唯一耶。我以为你在讲因为他晚来，他不知道我们这一集要干嘛。这一集就是在找特拉维夫的祝棚，看可以在路上找到几个。现在找到第2个，第1个是会堂的，会堂当然要有，但是现在是终于有一个在这里，所以耶，叮叮2个，特拉维夫特色，那个开店开到马路上，然后你看这些房子都是旧旧的，还没有去那个改建。所以现在特拉维夫，你们如果来的话，就会发现它就是新旧啊，都交错在一起，很奇特的画面。你看那边有那么贵的新的大楼，然后这里又是长这样子，跟耶路撒冷气氛不一样。哇！这就是那个日本拉面店。然后它有好吃的那个 chirashi， 就是生鱼片冻饭，生意很好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印度餐厅，生意不好。印度餐厅
不知道他是因为礼拜五没开，还是他已经倒了。我们也很久没过来。然后，希望我的珍珠奶茶店好好的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子的气氛像哪一个城市？珍珠奶茶店就在这边，噔噔。Apa tuh? Hah? 看， Yang kita suka. 他在装粉圆，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点餐的时候，直接点半糖，要跟他讲。在以色列，他们很流行就是麻吉跟珍奶一起卖。耶！这边呢就是刚才的大会堂，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确认过这面是没有住棚的。哇，那边骑着滑板车带花回去，因为礼拜五是安息日。然后这条街呢就是罗斯柴尔大道 （Rothschild Boulevard）。那这种大楼呢，当然有一些是商用，但是前面这一栋它是住家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没有住棚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现在就在罗斯柴尔大道的公园这边看路人，然后喝奶茶。这个啊，就是专门把那个有点像台北的 U-Bike， 就是会有一个人专门就是要确定一个地方的车没有太多。不然太挤了。在特拉维夫啦，耶路撒冷没有。特拉维夫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台这个滑板车，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。原则上是不能这样子两个人在一台，因为很危险。不可以。我们已经走过来了，那发现呢，这样子一个小摊呢，就是一个寿司店。那这边呢，跟这边呢，跟这边呢都没有住棚。这里发现一个住棚节的活动，但是它是凌晨开始的，然后看不太出来，感觉好像是某一种电音的音乐会吧，我不是很确定。这边呢是麦当劳，麦当劳前面的3个人是耶和华见证人，在特拉维夫也有。转角这边呢又是寿司店 ，Oh my！ 我说我又看到了，在那边今天的游戏啊，找住棚啊，第3个，叮叮叮。这家餐厅它有写它是 kosher 的，就是犹太节食认证过的，所以也许是这样，它才有乖乖搭一个住棚。其他的，对啊，都还是没有看到。这里是最贵的地区啦，这里是特拉维夫的蛋黄区，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吧？然后我们又经过上次经过的 Abraham Hostel， 但他把 Hostel 的字拿掉了，现在只剩下 Abraham。然后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房子啊，上次经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住棚，现在经过也还是没有一个住棚。那我个人当然是比较喜欢在耶路撒冷过住棚节，因为在那里才能够深刻的去感受得到住棚节的气氛。你看到大家就是刻意的去搭住棚，然后去装饰里面的东西，去纪念说我们在旷野的日子，我们的祖先在旷野的日子，然后神的供应，然后我们在世上是寄居，只是客旅的。然后同时呢，也是感谢神这1年给的，就是所有的的产物，因为住棚节也是秋天的节日，它是收藏节嘛，就是感谢神给的一切，所以它是一个感恩的季节。那如果没有做这一切的话，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有那个棚子，只是说你就少了那个气氛，好像你就不在以色列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要去论断任何人，我只是在表达，我喜欢耶路撒冷是有原因的，但我喜欢特拉维夫也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它有真奶啊，耶路撒冷没有好喝的真奶。我们现在转进来一条巷子，然后这个社区的房子呢，一个住棚都没有，但是垃圾桶都是满的，所以代表是有人住在这。这里已经加了很多张罚单。像是那边绝对是可以放一个住棚，但他们没有盖一个住棚。这边都是空地啊，可以盖啊。
整条街终于发现了一个祝棚苏卡，他是宗教犹太人，所以他有一个苏卡。然后这条街的尽头呢，竟然又是这样子，看起来现代的建筑物，真的好有趣哦。这里有一个杨紫琼的广告，跟你说他是在倡导要系安全带。这里有咖啡店，现在下午3点多，它还是开的。可能特拉维夫很多餐厅也是没有在守安息日，但这家可能有啦，因为它有一个 kosher 的一个证书，所以可能等一下它就会关了。那边是轻轨站的出口。哦，我们现在发现了第5个苏卡棚，叮叮叮叮叮，第5个，来看看它里面。跟耶路撒冷的差不多，就是外面就是12支派的样子啊。它的门口在这里，就是餐厅的桌子。我觉得真的很有趣，因为这样子的苏卡棚在耶路撒冷到处都是，那在特拉维夫就会变成说，哇，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好特别哦。我觉得神看我们就是这样吧，就是当没有人在做一件事情，可是那件事情其实是很合神心意，是很对神来讲很重要的时候，你反倒去做，那在众人当中你就变得很突出了。这是三洋机车哦，轻轨站 A 出口在这边，然后有一些艺术装置，就是说要赶快为人质行动，现在就要行动。带他们回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家了。那在回来的路上呢，看到房子有住棚，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就觉得这就是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不一样的样子。那今天去特拉维夫一趟，其实是出乎意料，没有想到这么少，看到住棚的数量是这么的少。我有2只手，结果1只手就足够让我数我看到的住棚的数量，就是5个。那真的是太少了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在住棚节的时候来到以色列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住棚节。那下一支影片呢，我也会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在耶路撒冷过住棚节的感受。所以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